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大实话，我是张宏志。做了一辈子的安养院院长，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30年，我看尽了生老病死，也看透了太多家庭在金钱与亲情面前的无奈。很多人问我，张院长，人老了，手里攒了一辈子的辛苦钱，到底该怎么处理？是早早分给儿女，还是死死攥在手里？其实最可怕的不是通货膨胀，也不是市场波动，而是当你有一天躺在床上动弹不得时，那笔钱明明还在银行里，你却连买一碗热粥的权利都要看护工或子女的脸色。钱明明是你的，你却成了那个最没有资格使用它的人。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发生在我身边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位72岁的老先生，我们姑且叫他郑伯伯。他做了一辈子的公证人，跟法律条文打了一辈子交道。面对养老这个终极难题，他没有选择买保险，也没有选择把钱交给儿子投资，而是用一种近乎疯狂却又无比精妙的手段，把自己手里那800多万新台币的养老金变成了一座守护晚年尊严的城堡。他的做法颠覆了我们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也给了我这个从业30年的老院长极大的震撼。郑伯伯今年72岁，退休前在事务所里做了整整40年的公证人。经他手办过的遗嘱、契约、财产证明堆起来，恐怕比一个人还要高。他常说，信了一辈子的白纸黑字，最后这套逻辑必须用在自己身上。故事的起头要从一个寻常的周日午后说起。那天，郑伯伯唯一的儿子启明带着媳妇和孙子回来看他，老人家心里高兴，特地起了个大早，去早市挑了最新鲜的龙胆石斑，炖了一桌子好菜。饭桌上，一家人看似其乐融融，启明不断地给父亲夹菜，嘘寒问暖，问血压稳不稳，问腿脚利不利索。郑伯伯心里暖烘烘的，觉得这辈子辛苦拉拔儿子长大，供他念书、娶妻、生子，这一切都值了。可是酒过三巡，启明的画风突然转了，他放下筷子，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叠彩色打印的资料，在郑伯伯面前铺开。那是一张新开发的商圈规划图，启明指着其中一个位置，眉飞色舞地说：“爸，我最近研究了一个项目，你看这个捷运站出口的位置，未来3年肯定旺。我跟里面的开发商有点交情，能拿到内部价。你那笔退休金放在银行里也是被通货膨胀吃掉，越来越薄，不如拿出来我们买一间小商铺，进可攻退可守，以后的租金就够你请个专职保姆了，而且这资产以后也是留给孙子的，多好。”启明说的口沫横飞，仿佛已经看到白花花的银子在向招手。儿媳妇也在一旁帮腔说：“爸，启明看项目很准的，现在钱贬值这么快，把钱换成房子，看得见摸得着，才是最实在的保障。”郑伯伯看着儿子那张因为兴奋而微微发红的脸，那张和过世的老伴有7分像的脸，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一阵发沉。他没有看桌上那些花花绿绿的资料，只是默默地拿起茶杯，看着杯子里浮浮沉沉的茶叶，一言不发。我在安养院这么多年，这样的场景见得太多了。子女未必是不孝顺，他们可能真的是觉得在帮父母理财，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一点，老人的需求和年轻人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年轻人看重的是资产增值，是未来的可能性，而老年人看重的是现金流，是当下的确定性。见父亲没反应，启明有点急了，他说：“爸，你怎么不说话？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你那800多万放在银行定存里，一年利息才多少？根本跑不赢物价啊！800多万，儿子记得道清楚。”那是郑伯伯和老伴一辈子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抠出来的养老钱。老伴走得早，临走前抓着郑伯伯的手，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一定把这笔钱守好，别亏待了自己。这些年，郑伯伯连换个新沙发都舍不得，一个子儿都不敢乱花。郑伯伯放下茶杯，看着儿子，缓缓地开口说：“启明，你的心意我领了，但这笔钱我想自己留着。”就这句话
启明脸上的光彩一下子就熄灭了，嘴角也垮了下来。他把筷子在碗里扒拉了2下，就再也没夹过菜。那种毫不掩饰的失望，比任何一句埋怨的话都更伤人。他闷声说：“爸，你怎么这么固执？我这是为你好啊，钱放在你那儿，万一哪天你被人骗了怎么办？现在诈骗集团多厉害，专门骗你们这种独居老人。”他嘴上说着为父亲好，可郑伯伯看得分明，那眼神里闪烁的是对那笔钱可能飞了的焦虑。那顿饭最终在一种尴尬而沉默的气氛中草草结束。儿子走后，郑伯伯一个人收拾着杯盘狼藉，心里空落落的。他不是不相信儿子，他是公证人出身，他这辈子看了太多的人性，他不敢赌，尤其是在见过了老高之后。老高是郑伯伯事务所的老同事，也是几十年的老棋友，比郑伯伯大3岁。退休前也是业界响当当的人物，精明体面，一辈子没求过人。他有2个儿子，一个在美国当教授，一个在台北开公司，都很有出息。以前所有人都说老高这晚年是掉进蜂窝里了，有钱有子孙，可就在半年前老高中风了，右半边身子动弹不得，话也说不清楚。大儿子远在美国回不来，小儿子事业正处在上升期，忙得不可开交，于是请了个24小时的外籍看护，把老高安排在家里照顾。郑伯伯去探望过老高一次，那天的景象成了他挥之不去的噩梦。他提着水果篮按了老高家的门铃，响了半天才有一个睡眼惺忪的外籍看护来开门。一进门，一股混杂着药味、霉味和排泄物的气息扑面而来。曾经那个对生活品质要求近乎苛刻，衬衫永远烫得笔挺的老高，此刻穿着一件领口发黄的脏汗衫，瘫陷在客厅的沙发里。他的眼神空洞地望着电视，电视上播放着吵闹的综艺节目，但他毫无反应，像一尊没有灵魂的雕塑。郑伯伯走到他面前，老高认出了他，浑浊的眼睛里突然亮了一下，嘴巴张了张，发出的声音。他那只还能动的左手激动地想抬起来，却只是徒劳地颤抖着。郑伯伯鼻子一酸，赶紧握住他的手。那只手很凉，指甲长长的，里面嵌着黑泥。那个看护把水果往桌上一放，就自顾自地坐在远处滑手机，耳机里放着震耳欲聋的音乐，对这边的动静不闻不问。郑伯伯给老高削了个苹果，喂他吃。老高吃得很急，狼吞虎咽，像是饿了很久。郑伯伯问他中午吃的什么，老高费力地指了指茶几上一个已经放凉了的便当盒，里面只剩下一些残羹冷饭。郑伯伯待了不到1个小时，就看到那个看护不耐烦地走过来，手里端着一碗糊状的东西，用汤匙挖了一大勺，粗鲁地往老高嘴里塞。老高本能地躲了一下，似乎不想吃。那看护立刻板起脸，用郑伯伯听不懂的语言嘟囔了一句，硬是把汤匙捅了进去。老高被呛得满脸通红，剧烈地咳嗽起来，而那个看护只是麻木地等着他咳完，准备塞下一勺。那一刻，郑伯伯再也看不下去了，找了个借口仓皇而逃，走出那栋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豪宅。他回头望了一眼，只觉得那是一座金碧辉煌的牢笼。老高的小儿子每个月付给看护和家庭开销的钱，听说有10几万。可老高过的是什么日子？钱明明是他自己的，他却连选择吃什么、什么时候吃，甚至是以一种有尊严的方式吃饭的权利都丧失了。他的钱只是变成了一串银行数字，用来供养一个看似体面的假象和一个漠不关心的看护。回家的路上，郑伯伯在社区公园的长椅上坐了很久，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又想起了另一件事，就在公园的另一头，邻居王妈妈坐在轮椅上，她的外籍看护把她推到树荫下，就跑到远处和同乡们聊天去了，留下王妈妈一个人孤零零地对着空气发呆。1个小时2个小时，直到天快黑了，那个看护才跑回来推着她回家。那一刻，
郑伯伯心里的一个声音无比清晰地响起：老郑，你绝不能走上这条路。你不能把自己的晚年寄托在任何人的良心上，无论是子女的孝心，还是护工的职业道德，这些东西在漫长而琐碎的照护现实面前，都脆弱得不堪一击。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尤其是久病床前。我常跟安养院的家属说，不要去考验人性，要用制度去保障人性。郑伯伯那天晚上失眠了，他在书房里来回踱步。起名的话，老高的脸，王妈妈的背影，像走马灯一样在他脑中旋转前。这800多万到底要放在哪里？放在银行，它只是一串冰冷的数字，它保证不了我半夜口渴能喝上一口热水，交给启明去投资。万一亏了呢？就算赚了，那也只是让数字变得更多，和自己晚年的生活品质没有半毛钱关系。住进那种流水线式的安养中心，他亲眼看到老高从家里搬到机构后，不到3个月人就彻底垮了。那里的环境再好，也是集体化管理，哪有什么个人尊严可言？看着书架上那排工作时用过的法律条文和公证档案，一个大胆到近乎疯狂的念头，像一道闪电劈开了他脑中的迷雾。为什么要把钱存起来呢？为什么不把它用掉？不是挥霍，不是败家，而是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把它锁定在未来的生活里。他是一个退休的公证人，他要为自己草拟一份最周全、最严谨、最无可挑剔的晚年生活保障契约。他要把这笔钱从一笔死板的遗产变成未来15年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的尊严。这个念头一出来，郑伯伯觉得浑身的血液都重新开始流动了。他拉开书桌的抽屉，拿出了一本全新的，封面是深蓝色硬壳的账本，又找出那支用了20年的派克钢笔。在账本的第1页，他用这辈子写的最认真、最庄重的字体写下了7个大字：我的晚晴生活白皮书。接下来的3个月，郑伯伯成了这个城市里最神秘的考察员。他没有告诉启明他的计划，因为他知道儿子绝对无法理解。在年轻人的世界里，钱的唯一使命就是生出更多的钱，而在老人的世界里，钱最后的使命是换取体面。他把自己的总资产832万新台币清清楚楚地列在了白皮书的第1页，然后他开始了他庞大的尊严工程的第一步，分解需求。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15年后行动不便、头脑迟缓，但对生活品质依然有要求的甲方。作为一个甲方，他的需求是什么？他总结了6个字：食、居、行、健、乐、安6大板块。首先是食，民以食为天，人活着不能好好吃饭，就什么都没了。他不想吃中央厨房统一配送的毫无锅气的老人餐，也不想天天啃面包或者吃便利店的便当。他想吃街角王记那筋道的牛肉面，想喝李家铺子那滚烫的鱼丸汤，想吃巷口吴姐快炒店那种有妈妈味道的家常菜。于是他走进了吴姐那家油烟缭绕但永远窗明几净的小餐馆。吴姐是个爽朗的寡妇，50多岁，靠这家小店养大了一双儿女。郑伯伯跟他开门见山：吴姐，我想跟你签一份长约。吴姐愣了一下，以为他要包场办寿宴。郑伯伯，什么长约？一份10年的送餐合约。郑伯伯平静地说。吴姐的眼睛瞪得像铜铃。10年，郑伯伯，你不是在开玩笑吧？郑伯伯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拿出早已草拟好的合同草案，递给他。吴姐，你先看看，我预付10年的餐费，每天2餐、午餐和晚餐送到我家，费用我们按现在的市价算，再上浮20%作为通胀补贴。合同里会写明菜色要3菜1汤，荤素搭配，每周3必须有鱼。我生日那天要有一碗猪脚面线。我把我能想到的所有细节都写了进去。吴姐看着那份比她店里菜单还厚的合同，半天说不出话来。她喃喃地说：郑伯伯，你儿子呢？你不用他照顾吗？郑伯伯笑了笑：我不想成为他的负担。吴姐，我只想确定
10年后的某一天，当我走不动路的时候，还能吃上你炒的菜，这就够了。最关键的是，合同的最后一项，郑伯伯特地用红笔标了出来，特别条款：若甲方超过24小时未主动联系乙方或未取餐，乙方有责任，有义务立即拨打甲方的紧急联系电话。若电话无人接听，需在1小时内亲自上门查看。若发现甲方有任何意外，应立即协助拨打急救电话。此项服务的费用已包含在总价款内。各位听众朋友，这才是这份合同的灵魂所在。吴姐看完这一条，沉默了很久。她抬起头看着郑伯伯，眼眶有点红。郑伯伯，我懂了，你不是在买饭，你是在买一份心安。他拿起笔，在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合同我签了，钱你不用一次给我，我信得过你，但这个上门查看的责任我一定做到。郑伯伯坚持把钱通过信托账户转给了他。他说，这不是人情，这是契约，只有付了钱，你的责任才变得理所当然，我的要求才变得心安理得。光是这一份实的合同就预留了近100万的预算，但这笔钱花出去，郑伯伯心里前所未有的踏实。他知道，至少在未来的10年里，他不会挨饿，不会吃冷饭。更重要的是，他用这100万为自己买了一个最可靠的警报器。吴姐每天的送餐就是一次平安打卡，解决了食，接下来是居。郑伯伯一个人住着这3房2厅的旧公寓，随着年纪增长，打扫起来越来越力不从心。他联系了一家口碑很好的家政公司，但谈判过程比想象的要复杂。对方一开始只想提供标准的清洁套餐，对于郑伯伯提出的陪伴购物、代缴水电费，甚至每周1次陪我聊半小时天，听我讲讲过去的事等非分要求，感到非常为难。一般的家政阿姨那是按小时算钱，干完活就走，谁愿意听啰嗦老头讲古？但郑伯伯没有放弃，他利用自己公证人的专业知识，多付了30%的客制化服务费，并帮这家公司完善了针对老年客户的服务合同范本，明确了每一项服务的权责和免责条款。最终，家政公司不仅接受了他的所有要求，还把他聘为他们的老年服务顾问。这份升级版的10年合同又花掉了100万，但他买来的不只是干净的房子，更是一份必要的社交和与外界的连接。哪怕哪天他不出门了，每周也有人会进在这个屋子里，让他感觉到人气。然后是行，年纪大了，腿脚不便，最怕半夜3更突发状况，或者下雨天打不到车。郑伯伯找到社区里一家开了20年的计程车行，老板老张也是老相识。郑伯伯直接给了他30万作为未来10年的专车基金。老张，这钱放你这儿，我用车就从里面扣，扣完了我再补。只有一个要求，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只要我打电话，15分钟内必须有车到我楼下。老张拍着胸脯答应了。他甚至给了郑伯伯一个只有他们调度台才知道的 VIP 专线号码，健和乐也必须安排上。为了保持头脑灵活，不与社会脱节，郑伯伯预付了社区大学未来10年他最喜欢的书法班和园艺班的学费，这是他的精神寄托。最后是身体的保养，他找到了常去的一家国术馆，和里面的推拿师傅小陈签订了一份私人理疗合约，每周2次活络筋骨。小陈是个很细心的年轻人，郑伯伯特地嘱咐他，合同里要写上节气变换时需主动发讯息提醒郑先生注意保暖和饮食禁忌，这2项又花去了50万。短短3个月，郑伯伯像一个精密的项目总工程师，把他毕生的积蓄，他那在儿子启明眼里的投资本金，一点一点地转化成了一份份看得见摸得着的未来服务。他把所有的合同、收据、付款凭证以及每个服务商的联系方式和负责人的照片都整理得清清楚楚，放进一个他特地去定做的封面是深棕色小牛皮的文件夹里。在文件夹的脊背上，他请师傅用卷绣的字体烫了5个金字，
尊严手册。做完这一切，郑伯伯看着银行账户里那串长长的数字，变成了一笔只够他日常开销和应付突发小病的零花钱，大概剩了50万左右。换作一般人，看着存款从800多万变成50万，恐怕要慌得睡不着觉。但郑伯伯心里没有一点慌张，反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如释重负的平静。为了让这出戏演得更逼真，他还故意拿出20万扔进股市，买了启明之前提过的一只所谓的潜力股，然后眼睁睁看着它跌了30%，一切准备就绪，他在等待一个时机，一个向启明摊牌的时机。这个时机比想象的来得更快。那天郑伯伯正在家里练书法，启明气急败坏地冲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张银行寄来的对账单。因为愤怒，那张纸在他手里微微发抖。爸，这是怎么回事？你的钱呢？800多万，怎么只剩下不到50万了？郑伯伯放下毛笔，看了他一眼，淡淡地说：哦，你看到了啊，看到了。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被骗了？你跟我说是谁骗了你？我马上去报警。启明急得满头大汗，在客厅里来回踱步，只差没把地板踩穿。请大家注意，他的第一反应不是问父亲身体怎么样，是不是出了什么事，而是钱没了。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被诈骗集团卷走了。郑伯伯慢悠悠地洗着笔说：没人骗我，前阵子听你的，买了点股票亏了些。爸，你当我3岁小孩吗？买股票能把700多万都亏光吗？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你跟我说实话。启明一把抢过父亲手里的毛笔，重重地拍在桌子上，墨汁溅出来，在郑伯伯刚写好的那张心安上留下一个刺眼的污点。启明开始歇斯底里，他怀疑父亲老年痴呆被什么人控制了，甚至认为父亲染上了什么不良嗜好。那些话我不想复述，因为太伤人。郑伯伯看着儿子，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他早预料到会有这一幕。他没有动怒，只是平静地看着那张被焦虑和猜疑扭曲了脸孔的儿子，说：启明，我是你爸，不是你的犯人。钱是我的，我有权决定怎么花，你怎么花，你就是这么乱花的吗？那是我妈辛辛苦苦攒下来的钱，你怎么对得起她？启明把过世的母亲都搬了出来，正因为是对得起她，我才要这么花。郑伯伯站起身走进书房，启明以为他要去拿什么投资失败的证据，跟了进来，嘴里还在不停地念叨：爸，你糊涂了，你真的糊涂了。不行，我明天就带你去看医生，我还要去法院给你申请辅助宣告，你的钱不能再让你自己管了。郑伯伯没有理他，只是从书柜最上层那个最安全的地方取出了那本深棕色的小牛皮文件夹，他的尊严手册。他把它放在书桌上，发出啪的一声轻响。启明，还有你也进来吧。他对门口吓傻了的儿媳妇招了招手。我的钱1毛都没少，他们都在这里。郑伯伯打开文件夹，露出了里面排列的整整齐齐的合同和文件。这是什么？启明狐疑地拿起第一份文件，是和吴姐餐馆签的送餐合同。他草草地扫了一眼，眉头皱得更紧了。爸，你疯了，你花100万就为了去订10年的便当，不是便当。郑伯伯纠正他，是吴姐亲手炒的有锅气的家常菜，还有你看清楚最后一页的特别条款。启明将信将疑地翻到最后一页，当他看到那条关于24小时失联需上门查看的条款时，他的表情第一次有了微妙的变化。他不再嚷嚷，而是默默地拿起了第2份合同，家政服务。当他看到里面详细到每周更换床单并用阳光晾晒，每次出门购物需确认郑先生随身携带高血压药的条款时，他的嘴巴微微张开了。接着是计程车行的 VIP 专线合同，是国术馆的节气提醒服务，是社区大学的学籍保留证明，一份份一页页，像一部精心编写的法典，构建了一个滴水不漏的关于郑伯伯未来生活的完整体系。启明和儿媳妇就那么站着，一言不发地看着，整个书房里只剩下纸张翻动的声音。
当他们看到最后，看到郑伯伯为这个文件夹制作的详细到每天每个时间段的服务流程表时，启明的眼眶红了。郑伯伯看着他把文件夹轻轻合上，然后用这辈子最平静也最严肃的语气问了儿子几个问题。启明，我问你，你说要帮我理财，让钱生钱，可是钱生再多的钱，能在我半夜心口疼的时候5分钟内变出一辆车送我去医院吗？启明沉默了，摇了摇头。钱生再多的钱，能在我一个人孤单寂寞想找人说说话的时候变成一个愿意听我唠叨陪我下棋的年轻人吗？启明又摇了摇头，头埋得更低了。钱生再多的钱，能在我老到拿不起锅铲又不想吃那些冷冰冰的料理包时，每天准时送来一碗热腾腾的合我胃口的排骨汤吗？能在我24小时没动静的时候，有人因为没收到饭钱而第一个发现我不对劲吗？启明没有回答，他的肩膀开始微微抽动。郑伯伯走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放缓了。儿子，我不是不相信你，我知道你是孝顺的，但你的孝顺是每个月给我一笔钱，是节假日带我出去吃顿大餐，是想着怎么让我的财产增值，这些都很好，我很感激，但这并不是我这个年纪最需要的东西。我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钱，而是用现有的钱买到确定性，确定我能干净体面有尊严地活到最后一天，确定我不会成为你的累赘，也不会成为任何一个看护眼里的物件。我把钱放进了吴姐的锅里，放进了家政公司刘阿姨的抹布里，放在了计程车老张的方向盘上，放进了小陈师傅那双温暖的手掌里。他们看起来是花掉了，但实际上他们比放在银行放在任何理财产品里都更安全，都更保值，因为他们保的是我这个人的价值。书房里一片寂静，许久，启明抬起头，眼睛里满是愧疚和震撼。他哽咽着说：爸，对不起，我从来没这么想过。那一刻，郑伯伯知道他赢了。他不仅保住了他的财产，更重要的是，他为他的儿子上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关于孝顺的真正含义，关于衰老的真相。从那天起，父子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启明不再提任何投资理财的事，取而代之的，他成了那本尊严手册的首席监察人。他会不定期地打电话给吴姐，客气地问吴姐，我爸最近胃口怎么样？天气变了，汤水是不是该炖得滋润一点？他会帮父亲留意家政公司的服务品质，甚至在父亲节的时候自掏腰包帮父亲把计程车行的合约又续了2年。而这本尊严手册的威力，在半年后的一次实战中得到了最彻底的检验。那天，郑伯伯染了流感，半夜里突然发起高烧，浑身无力，连下床倒杯水的力气都没有。他挣扎着按下了计程车行给他的那个 VIP 专线号码。电话那头，老张一听郑伯伯声音不对，气若游丝，立刻说：伯伯，你别动，我马上安排。他一边让最近的司机出发，一边按照合同里留的紧急预案打给了郑伯伯的家庭医生。15分钟后，计程车和医生几乎同时到达楼下。而远在南部出差的启明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接到了吴姐的电话。郑先生，你爸爸今天中午的饭没拿，我刚刚过去看，他发烧了，门没锁，我已经进来了，你赶紧回来看看。启明当时就慌了，但他很快冷静下来，因为紧接着他又接到了家庭医生的电话，告诉他郑伯伯只是流感，已经开了药，退烧针也打了，目前正在家里休息，状况稳定。然后家政公司的刘阿姨也打来电话，说她接到了通知，会提前过去帮郑伯伯熬粥，并照看他下午吃药。启明在电话那头听着这一系列有条不紊的安排，久久没有说话。后来他告诉郑伯伯，那一刻他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固若金汤。他远在百里之外，却比任何时候都对父亲放心，因为他知道有一个强大的由契约精神构建起来的系统，在滴水不漏地保护着他的父亲。
他赶回家后，看着躺在床上虽然虚弱但精神尚好的父亲，看着那本放在床头的尊严手册，感慨地说：爸，我以前觉得你是在乱花钱，现在我明白了，你这是在给自己建一座最坚固的城堡，这座城堡比任何房子都安全。如今郑伯伯的预购生活已经执行了快2年了，每天上午他去社区大学上课，和老同学们谈天说地。中午吴姐的饭菜准时送到，总有他意想不到的惊喜。下午如果天气好，他就叫上老张的车去郊外走走，或者去国术馆按摩。晚上家里被刘阿姨打扫得一尘不染，他躺在带有阳光味道的干净床单上，睡得无比安稳。他不用再担心明天吃什么，不用再害怕半夜出事没人管，更不用再去看任何人的脸色。他活得像个自由自在的国王。他的故事不知怎么就在社区里传开了，许多老朋友老邻居都跑来向他取经。郑伯伯也大方把他的尊严手册拿给他们看，告诉他们上了年纪存款到底要放哪里。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我的答案是把它放在离你生活最近的地方，放在能让你挺直腰杆的地方，放在能让你每一个明天都充满期待的地方。别总想着留给后人，因为你能留给他们最好的遗产，就是一个健康、快乐、不给他们添麻烦的、活得有尊严的自己。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在他消失之前，能用它为自己买到最后一段旅程的船票，一张通往安宁和体面的船票，这或许才是他最大的价值。现在他们社区甚至成立了一个晚晴生活规划互助会，大家一起研究，一起去和商家谈团购，把这种服务预购的模式推广开来。听完郑伯伯的故事，各位屏幕前的老友，不知道你们是否也深受触动？我在安养院30年，见过太多手里握着几千万房产，却连一个哪怕是付费的陪聊都找不到的老人，也见过太多为了财产分配，子女反目成仇，老人夹在中间两头受气的悲剧。郑伯伯的做法或许很极端，或许不适合每一个人，但他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思路。养老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控制权的保卫战。我们积攒财富不是为了做一个富有的守财奴，而是为了在身体机能衰退的时候依然拥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将存量资产转化为服务流量，用契约锁定未来的确定性。这不仅是智慧，更是一种对生命负责的大气魄。各位朋友，您认为在晚年是留下一笔巨款给子女更重要，还是像郑伯伯这样用这笔钱为自己换取一份确定的生活品质更重要？欢迎您在下方的评论区分享您的想法、您的故事，或是您所知道的其他同样充满智慧的养老方式。如果您觉得今天这个分享哪怕只有一句话打动了您，也请您不吝点赞，并把它分享给您身边所有的亲朋好友，特别是那些正在为养老而烦恼的人。这不仅仅是一个故事，也许就是开启幸福晚年的钥匙。感谢您的观看，我是张宏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